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保障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打击的关键系统。俄罗斯军事评论网站发表文章，对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和精确制导武器是最有前景的两类武器。它们的关键优势就在于不需要和敌人进行直接的接触，可以显著的减少人员和装备的损失。但是要让这一类装备发挥它的作用，需要一系列复杂系统的支撑，否则的话远程无人机和精确制导弹药要么低效，要么根本就无法使用。需要哪些保障系统呢？一个是全球卫星通信导航系统，比如说俄罗斯的格罗纳斯、美国的 GPS、中国的北斗和欧洲的伽利略，用于对移动和固定目标的精准定位，这是远程精确制导弹药使用必须的系统。但是使用全球定位系统也存在一些问题。暂时敌人会限制全球卫星通信导航系统的使用。如果你依赖对手的卫星导航系统，那精确制导武器就会变成一堆高技术的垃圾。所以必须建立自己的导航系统。随着技术的进步，也存在着完全不依赖外部信号源的未来的导航系统，这就是量子效果的惯导系统，或者是依靠地球的重力场定位的导航系统。配备这种导航系统以后，可以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在空中、地面、水下、地下定位。但是这种技术目前还不太成熟，能否成功的实现小型化和足够的廉价，可以用于一次性的弹药还不得而知。已经完全成熟而且投入实战使用的全球卫星通信导航系统，它需要尽量的提高它的抗干扰性以及所提供的坐标的精度。第二是侦察卫星，在已经具备了对敌人领土纵深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之后目标的选择就很关键了。打击目标有基础设施类的固定目标，也有移动类的实名目标，比如说敌人的机动式的雷达和防空导弹发射车。由于敌人的防空系统的存在，很难使用航空兵实施战场的战术侦察。特工人员也不是无所不能，那为远程攻击弹药搜索潜在目标的时候，太空装备是最好用的。这里面就包括光学、雷达和无线电技术侦察卫星。在这个方面俄罗斯的卫星集群的效能是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的，解决这一问题刻不容缓。第三是 3D 地图，只为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或者是精确制导弹药标明了目标还不够。为了绕过敌人的防空系统，将攻击弹药被搜索、被拦截的风险降至最低，那就需要考虑地形的变化、建筑物和地面其他高层设施的分布，以及敌人的防空武器系统的部署情况。这样的话才能建立最佳的攻击航线。这就需要高精度和及时更新的 3D 地形图。地图是最保密的信息之一。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处于何种状态，只能推测。因为建立并高效形成 3D 地形图，要求拥有发达的专用的轨道卫星集群。俄罗斯测绘系统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侦察卫星集群的现状。第四个是低轨通信系统。通信对俄军而言一直是一个痛点。2008年的8月8号，俄格战争进行的时候，俄罗斯前线分队的指挥员不得不使用手机进行通信。即使从那个时候起形势有所好转，但也没有大的改观，特别是在战术层面。不久前有志愿者为军方采购了大量民用的对讲机送往乌克兰战场，其中大部分是模拟信号，不具备抗干扰能力和信道加密的能力。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俄军的损失。卫星通信系统可以保障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精确制导弹药在飞向目标的过程中具备重新瞄准的能力，这可以成倍地提高它的打击效能。比如说，俄罗斯卫星发现乌军在利沃夫州展开了爱国者地空导弹系统，于是就发射了6架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北约的侦察卫星发现并锁定了俄军的无人机的轨迹，
预测它的打击地点以后，迅速的通知乌军呢变换阵地，离开之前的驻地1000米。那如果是普通的远程自杀无人机的话，或者是其他精确制导弹药，那就只能打到空地上了。但是这一次，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的通报是成功的歼灭了敌人的目标，这说明乌军呢最终没有能够逃脱这次打击。太空通信系统通过保障在飞行中重新瞄准的能力，可以将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和精确制导弹药的使用效能提高好几倍。5是对打击行动进行自动的筹划与控制的系统。现在同时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数量是大大的增加，一次突击就可能达到数百枚，这需要能够对侦察情报进行综合分析的自动化设备。指挥自动化系统是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这个系统呢，与太空侦察通信系统相融合，完全实现了对各类目标信息的自动分析和处理，并且为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精确制导弹药自动的分发任务指令。可见，保障远程精确制导弹药使用的系统大多位于航天空间，谁控制了太空，谁将控制世界，变得越来越现实。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